好，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让新的一年成为你剩余人生中的转折年。我会介绍一个工具叫生命之轮，会带领大家一起使用这个工具来找到你人生中的方向，以及哪一些方向是值得你投资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你的时间去不断提升的。那先回首上一年啊，大家不管是在工作上、家庭上你的个人的财务状况上，可能都有了不少的改变，或者呢，也有一些不那么积极的方面，可能生病了，有家人离世了等等，这些看上去不那么开心的一些变化。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首先pat yourself on the back，给自己拍拍自己的后背，给自己一个鼓励。这一年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么为什么要有转折年呢？就说人生有2次生命，我们会希望新的一年就是我们剩余人生的第2次生命的开启。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把今天的生活重复365次，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状态吗？或者把这一年重复30次，你回首看一看，这会是你想要的人生吗？为什么是从今年开始转变呢？就是说99%的时候，你想做改变的时候啊，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更早的时间改变，第一可以帮助你改变你可能会拖延的习惯，第二呢，你有更长的时间在剩余的人生中去适应，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你的改变后的结果。好，如何找到转折的方向呢？我们就使用今天介绍的工具，叫做 Wheel of Life 生命之轮。其实呢，它可以在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做这个测试。新年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那么生命之轮呢，分为这3个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包含了你人生中的健康、财富还有幸福。健康呢，那有身体健康，大家非常熟知，还有人们似乎往往会忽视的精神健康，还有心灵健康。财富包含你的金钱、现金财富，还有资产上的财富，还有人生中的时间的财富。幸福来自于这几个方面，你人生中的体验、你的家庭关系，还有社会关系。我们对生命之轮打分方式啊，首先我们考虑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外界的期待。它不是你的老板年终对你绩效审核，发现你还有这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也不是你的夫妻之间或者你的父母希望你还可以这样那样做，更不是社会对你的期待，而是你自己的需求。满意和满足2个词很接近，但是它的意思却是不一样的。满意呢，更多的是我们内心中对于一件想实现的愿望、一个目标、一个欲望，它达成之后的一种短暂的心理状态。而满足其实是一种更长期、更深入、更持久的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和满足的状态。好，首先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衡量你的身体健康程度是否足以支撑你的人生目标，考虑疾病、健康指标，还有饮食、运动、睡眠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会给它打7分，这是基本满足的。我们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啊，基本每天少则走8000到1万步，多则走15000、2万步。那我觉得感受到我的身体的状态，目前是满足我人生中目前对身体的需求的。同时在一些运动上，比如说我们会去热带潜水，去冰岛的冰川中潜水。那不管是很热的地方、很冷的地方，我们也都可以去进行我们喜爱的运动，潜水啊、滑雪呀，然后可以徒步，可以骑马、骑骆驼，穿越撒哈拉沙漠等等等等。那目前的身体总体是满意的。为什么打7分呢？其实啊，我们还有一个计划，会想要骑自行车，不管是环青海湖，还是环法、环瑞士，这些都是很想在剩余的人生中的某个阶段去实现的一个目标。但是目前的身体感觉耐力上并不是太好，很多时候激烈的运动一下就发现开始气喘吁吁，所以觉得呢，身体上还是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为的是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说外部期待的目标是你应该有6块腹肌，那我现在只有1块，我就只能打2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根据外界的期待对自己打分，根据自身的满足的情况来打分。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是我希望可以继续提升的，也就是提升身体的柔软度。有句话就是说 flexible body, flexible mind， 就是你的身体柔软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头脑上也是更加的灵活的。我会希望可以坚持每天有更多的锻炼，对身体的这种拉伸的锻炼，通过瑜伽或者其他的方式
来提升身体的这种柔软度。好，那我们说第二个部分，也就是精神健康。精神健康的衡量标准是衡量你的情绪是否稳定健康，对情绪的控制度是否满意，考虑到情绪状态、应对压力、注意力集中、思维模式等方面。从精神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脑抽和手抽没有什么区别。手抽就是一个人的手控制不住，你可以想象一下，不断的要扇自己耳光，这个场景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好笑？脑抽呢，就是这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脑袋中的想法和情绪，不断的在自己脑中抽自己耳光。所以呢，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能掌握内心的人，比一位能拿下城池的将军更伟大。同时呢 Marcus 他是罗马时期的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皇帝，就是说一个人越能接近平和的状态，他就越接近力量。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人类发明了非常多的高科技的仪器设备，但是在地球上目前最复杂最精密的仪器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在你身上，就是你的大脑。我们的大脑是地球上最复杂的仪器，但是呢它却非常的难使用。如果你不能控制好你的大脑，它就会不断的伤害你。让我们感受到痛苦的永远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其他的人，我们所处的处境，而是你脑海中的想法和你的态度。所以精神健康我现在会打8分，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感受到的是平静、平和、喜悦。即使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从飞机晚点到有一次飞机甚至把我们的行李都遗失了，让我们在非洲一降落飞机，我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件衣服都没有，就进入了大草原，依然在大草原没有行李的情况下生活了2个星期。然后还有火车晚点，汽车租的车轮胎爆胎等等各种各样的意外，我们发现越来越能够平和的去应对旅途中的变化，人生中的变化，并且呢，当我们真的张开双臂迎接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也是可以享受的一些surprise， 一些这种对我们的意外。同时呢，在这些意外中啊，也结交了很多世界各国的朋友。那么在这方面，我会希望继续修炼精神专注的能力，以及可以让自己更多的时候进入到心流状态的能力。好，下一个部分就是心灵健康。心灵健康是衡量你的幸福感、满足感以及内心的平静状态，考虑自己的人生意义、自我意识和自我接纳的程度，以及你生活中的意义追求、个人目标的设定，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动力和方法。我们生活的世界只不过是把你内心的感受重新呈现给你自己，因为现实是中性的，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对于一棵树来说，它并不觉得这些是好的，这些是坏的，这些是道德的，这些是不道德的。那么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会经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感官上的刺激，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闻到的气味，我们吃到的味道，我们听到的声音，经历了各种各样没有好坏之分的刺激，然后呢就死亡了。那这一系列的刺激究竟该怎么解读？这完全只取决于你自己。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他们在河边捡石头，并且呢说我们要把自己最喜欢的石头送给对方，互相交换。这个时候呢，小女孩就觉得，我有一颗石头，我真的很喜欢，她就把她第2喜欢的石头给了男孩。男孩呢就非常坦然的把自己最喜欢的石头送给了这个女孩。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女孩就开始担心，这个男孩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没有把他觉得最漂亮的石头送给我呢？我拿的可能不是他觉得最好的东西。但是呢，男孩却虽然收到的是女孩第2喜欢的石头，但是呢，他却睡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呢，他心里面是非常充盈的，非常满足的，他收到了女孩送给他的最美的一块石头。其实这美的石头并不一定是对女孩来说最美，对于大自然来说也没有什么是最美的石头之分。而男孩感受到的平静喜乐其实来自于他内心，因为他把最美的石头送给了女孩，所以他也感受到了女孩送的这块石头的美好。
那么内心的和谐，首先建立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认识自己，哲学家尼采就说，这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那么怎么认识自己呢？第一步就是摆脱群体思维。大家可以读一读《乌合之众》这本书，就说所有打包而来的意识形态都是值得你警惕的。这些意识形态，比如说民主、天主、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不过是人类社会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域所创造出来的一些思维方式，它也是用来驯化个体的一种成套打包的思维方式。第二步呢，就是观察自己，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欲望，观察自己的情绪。对我来说，我发现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虽然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万千世界，但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恰恰是内心世界的映射。在旅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脱离了日常中的一些角色，一些工作上的角色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角色。这个时候恰恰可以让我们从自己过去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反而呢，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世界中去思考，究竟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对自己是有意义的。那么第三步之后的修炼，我们可以单独来讲一期视频。认识自己是一个相对有挑战也需要时间的过程。在心灵健康我会打5分，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断的看到世界，认识自己，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用冥想的方式把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因为我们每天在生活中跟看到不同的，比如说街上的人流、车流、广告，然后跟不同的人的对话、发信息、发邮件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去搅动我们大脑中的想法。而冥想呢，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你的大脑沉淀下来，就像一杯水沉淀下来以后呢，它本来浑浊的状态，这些渣子都掉到了底部，那这杯水又重新的清澈了。当我们透过这杯清澈的水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发现很多事情处境的本质，不那么容易被很多二向化思维或者说很多道德上的观念，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影响我们判断事情本质的能力。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财富的第一部分，现金财富。现金财富是衡量你的现金相对于你目前的欲望是否满足，考虑你工作赚钱的能力，还有资产的回报率，你的现金流的流向是否健康。就是说呢，金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仆人，但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主人。你的金钱究竟是为你工作，还是你在为金钱工作？我们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过度的消费。有句话就说 No one is as impressed as you are with your possessions。 对于你拥有的东西，只有你自己是觉得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了不起，其实其他人似乎没有那么多人在意。同时呢，也要摆脱很多不切实际的投资的想法，有见效快、收益高、风险低。那当这3个条件放在一起，你的投资肯定是会被割韭菜的。那么现金财富部分我会打9分，就像希腊哲学家 Epicurus 他就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变得快乐富有，不要给他增加更多的财富，而是去除他的欲望。所以目前来说，现金部分是非常满意的。这个部分资产财富，资产财富是衡量你的资产是不是能够产生第一足够的现金流，第二可能升值的潜力。产生现金流的资产，比如说固定收益债券、出租房等这些地产投资，或者是可能升值的资产，比如说股票呀、加密货币、稀缺性的艺术品收藏。同时呢，去衡量你的资产配置的状况，你的资产的配比是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我们刚刚说，钱是很危险的主人，不要让钱控制你，它却是很好的仆人。钱怎么为你服务呢？那就是把钱变成资产，让它为你服务，而不是像中产一样只会拿钱用来消费，似乎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得了其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另外呢，使用杠杆可以加快你收购资产的速度，
比如说，对于一个100万的房产，假设它每年的回报是5%，来自于房租的收入以及地产本身的升值。如果你使用100万的现金去购买，那它每年的资产回报率就是5%，啊，5万除以100万。那么如果你使用了20万的现金，加上80万的杠杆，但当然这80万的杠杆，比如说付出了3%的一个利息，当然这是过去几年非常常见的，现在利息很高。那么，你的成本是什么呢？就是20万的本金加上每年2.4万的一个对给银行的利息。这个时候你同样获得了这5万的资产的升值，或者来自于出租这5%的回报。5万当它除以20万的本金加上2.4万的利息的时候，这个时候资产回报率就变成了超过22%。所以呢，通过杠杆可以加快你收购资产的速度。当然，这个例子只适用于某个地区或者只适用于某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你去能够冷静下来，观察你所生活的地方、你所生活的时代有哪些杠杆是值得你去使用的。所以呢，这里不构成任何的投资的建议，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哪些杠杆是适合你的。另外还有一种杠杆是人力的杠杆，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中资产的杠杆、资本杠杆和人力杠杆都是非常充足的。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冲突人物，数不尽的钱，数不尽的可以工作的人，但是哪一种杠杆更好呢？我会倾向于资本杠杆。这也是很多年前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跟他说，资本杠杆通常来说它的维护成本更低，未来比如说30年的一个资本杠杆，它的使用起来也更稳定。而人呢会不断的换地方、换工作，然后它的维护成本也很高。但是人力杠杆通常会让你觉得更有社会地位。有句话就说 Better a billionaire than a king. Being a king will only make your father proud. 你的作为使用人力杠杆很成功的时候呢，你的父母会为你骄傲，但是你自己会知道这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断的提升认知，因为你永远都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凭运气赚到的钱往往都是又凭认知和实力又亏回去了。这个部分我会打6分。我们的很多资产在过去的基于长期投资做时间的朋友的心态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长。但是呢，目前来看，我们需要重新去平衡 rebalance。过去的我的一个所谓的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的配比呢，一直都是40%房地产，40%是金融类的，比如说股票或者是现金等价物，然后10% PE private equity， 10%是剩余的一些收藏品、一些好玩的东西，看似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各种新的尝试等等等等。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化了非常多，整个金融环境也变化了非常多，未来的机会可能跟过去10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去所谓的 rebalance， 重新去调整资产配比，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那这里要考虑的就是每个人的财富游戏不一样，考虑你所处的财富游戏的状况，你所生活的地方有哪些的好的资产的类别，这在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另外考虑不能自由交易的资产，它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资产。我们进入时间财富。时间财富是衡量你的时间是否足以做你人生中想做的事情，以及每天时间的分配是不是可以自由的支配。很多人总觉得说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没有时间健身，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其实呢，没有任何情况下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等同于这件事对我来说不重要。它是一个优先级问题，并不是一个有与没有的问题。比如说，我说没有时间去运动，这等同于我说运动健康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如果说没有时间去思考未来的方向，没有时间去思考我的投资究竟该放在什么领域，这等同于去说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因为钱对我来说不重要，资产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想一心的好好工作，钱不重要。所以呢有没有时间取决于你内心对于这件事情排列的优先级。这也是我在过去几年的一个感悟，就是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健身，提升自己的身体健康，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修炼，提升你的精神和心灵上的健康。同时呢在工作过程中也是我在回想很多年前一次非常重要的职业上的成长的突破，就是并不是我工作的时间更久了，而是工作的时间更少了。每一周我都会刻意的拿出周五下午，我记得是周五下午大概喝完咖啡之后的一点时间，就开始
刻意不安排任何工作，而是呢去做 reflection， 去回想这一周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究竟去重新审视一下这一周团队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以及跳出当时的对话，跳出当时的讨论争论的点去看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个时候呢，帮助我转变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我对团队的服务并不是让这个团队像一个机器一样转得更快，或者像一个运动队一样跑得更快，而是我帮助团队能够找到对的方向。这也就是更多的从执行层面的关注转向到了策略层面的关注和贡献。那我们的生活中啊，总有一些不想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呢，金钱不能买来幸福，但是金钱可以买来自由，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这是我们可以去外包一些不想做的事情、重复的事情，但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外包的，那就是对你自己的成长和思考，对你自己认知的提升是没有办法外包的。巴菲特就说，你人生中的时间最好的投资就是去投资和成长你自己。所以时间财富呢，我会打10分，非常满意，可以在人生中拿出一部分时间去获得各种各样的体验，去读千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认识了世界上各地不同的人，成为朋友，去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信仰，学习他们思维的方式，并且可以参考自己的人生究竟哪些是更有价值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也跟小朋友们、孩子们一起相处，获得了非常好的建立纽带 bonding 的一个机会。如果你对你的人生中的时间的分配，或者说你觉得自由支配的状态不太满意，这里分享一个工具，就是使用 audit， 也就是财务中的审计，去审计你一个星期每2个小时为一个单位的时间究竟是如何使用的，流向了哪里。过了1周之后呢，你翻开这个小本本或者手机上的记录看一看，这些时间原来都流向了这些方面。这个时候呢，使用3个出路，一个就是 reduce、automate、divest and reinvest。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想要去减少社交网络使用的时间，你发现使用社交网络花了太多小时了，减少一些时间，依然可以跟你的亲人朋友保持联系。第二呢，就是automate， 比如说你不想去做的一些洗碗呀、扫地呀，你可以更多的使用洗碗机，更多的使用扫地机器人来去把它自动化，来减少这些时间的重复性的时间的支出。第3呢，就是 divest， 去砍掉一些项目，然后呢，比如说短视频开始停止刷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的内容，同时呢，获得一些廉价的情绪上的安慰，一些廉价上的快感，同时把这些时间呢使用到了自我提升，增加一些阅读，增加更多的思考和提升认知的机会。那么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获得这3种类型的财富，而不仅仅是现金。现金的定义是，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去转移价值。现金可以，比如说你通过时间换来的工资现金，可以去用来收购资产，可以去用来去获得一些人生中的体验，也可以用来去节省时间，去通过外包一些你想做的工作来换来时间。但它不仅仅是消费的工具，它更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途径，带领你的人生通往一条道路的一个途径工具。千万不要把现金当做你人生中的最终目的。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幸福。幸福来自于你的人生的体验，你的家庭关系，还有社会关系。对于体验来说，它可以衡量你的人生体验是否丰富，可以带来幸福感，是可以考虑你的教育、职业、成长、旅行、艺术、精神、情感创造等等。我们可以看这幅图啊，这来自于这个网站，就是说你90年，你人生中有90年的寿命，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满意了。它每一个格子是1年，就仅仅这么多格子。但你如果看到是用每一个星期来代表你人生中的转瞬即逝的一个星期，它也完全可以看到，在一张 A4 纸上就可以全部打印出来。我曾经在家里面真的打印出了这张纸，然后呢，我用笔涂掉了所有我已经使用掉的格子，最后一部分呢，我又隐藏了一部分格子，把它圈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分的格子可能我并不一定活那么久，或者呢，我的身体的状态到时候也不一定是可以足以支持我，足以支撑我去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呢，那真的人生中的财富，时间财富就是中间的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呢，我又把它分为不同的章节，就像是你的人生就像一本书一样，你可以规划不同的章节，不同的职业章节，不同的兴趣章节，你
的不同的每一个10年究竟是想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像一个作家一样去写自己这本人生这本书的不同的章节。它教会我们去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很多人在生活的时候就像是他的生命可以无限长一样，但往往忽视了人生很有限，而人生是用来体验的。这里分享一个公式啊，是我很多年前总结的一个人生能量的公式。它的能量呢有3个参数，就是你的时间、金钱还有健康。那通过这3个输入的因素，可以获得人生体验。那也就是你的体验，任何一个体验，它一定程度上的，除了很多当然也是免费的，它需要一定的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呢乘以你的健康。你的健康很不好的话，那你在做很多事情上，可能身体上都不是那么舒适，都是很受罪的。所以健康非常重要。那在有好的健康的情况呢，就是需要时间加上金钱。我们真的做了一个实验之后，可以开一期视频来聊，就是我们开了一个表格来去记录这一年当中我们做了100件值得回忆的事情，我们记录了它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那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大部分的体验它来自于我们去跟家人相处，去跟孩子们相处，跟朋友相处，去了一些地方，然后呢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它需要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金钱成本。而且很多人觉得我可以在等我退休了，等我年老了，等孩子们上大学了，我就开始体验人生。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等得太久了。有句话就说 Don't wait for the storm to pass, dance in the rain。 不要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我们就在雨中开始起舞。这也是我们在比如说疫情期间决定，既然我们可以远程工作，很多事情又不能做，我们为什么不住在深山老林里呢？于是呢，我们就开着房车住到了国家公园里面，然后呢，在非常空旷的大自然里面享受了一段在人生中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段体验。在这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人，也有的人开房车，有的人就2个人背个包搭个帐篷就住在湖边，住在森林里面。这其实都是体现了这个思想，就是不要等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暴风雨可能很久才会过去，所以呢，永远不要等待那一天的来临。那一天可能用很久来临，也可能永远不会来临。也许那一天来临了，你的各种的身体的状况都不再一样了。另外呢，第2点就是你的灵感它是转瞬即逝的。那句话就说 Inspiration is perishable, act on it immediately。 我们当有一个想法去做的时候，今天就开始去做。有一位作者，他就采访了非常多可能要将近面临死亡的老人，于是呢他就树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说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我一定要认真的活每一天，使得我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喜悦，而不是后悔，不是恐惧。好的人生在任何的一刻停止下来都是圆满的，都是平和喜乐的。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没有遗憾的度过每一天每一年。好，这个部分呢我会打9分。我数了数剩余的人生大概会有1万天左右可能质量还不错的天数。那就像是我的银行账户里如果只有1万块钱，花每1块钱过每一天我都是会非常认真的。那我们对于环球旅行500天来说，我们相当于是拿出了这1万块钱里的500块来去阅读《世界》这本书，跟家人一起去体验感受这个世界，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好，下一个部分，家庭关系。家庭关系是衡量你的家庭沟通质量、情感支持、相互尊重、冲突解决、相互依赖，同时呢又各自独立，共同成长，有共同的价值观。从夫妻关系上来说，我们就发现你在这个世界中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对的人，那个完美的人。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找另外一半，永远都找不到。如果你说你找到了，那么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失望的。你抱着一个完美、追求完美的视角去看待你的另外一半，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不如你意的地方。哲学家尼采就说 It's not a lack of love, but lack of friendship that makes unhappy marriages。 对于很多就是不幸的婚姻来说，并不是2个人不互相爱，而是呢2个人
在一开始就做不成朋友。其实两个人能够做朋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比如说，想一想你的朋友们是不是都跟你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有共同类似的价值观。其实一对夫妻如果没有作为朋友的基础，那是很难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的。有一部电影就叫做《Friends with Benefits》它讲的就是朋友。除了朋友之外，还有一层性关系。它这种关系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轻松。那为什么夫妻关系不能轻松呢？其实很多时候人们都是被这种所谓的法律的约束、道德的约束所禁锢着，不敢真正的去放松的去面对另外一个人。但其实呢，你的生活、你的夫妻关系或者爱应该是自然流淌的，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你非常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被迫的基础上。如果你天天生活在一个被迫的生活里，那当然是非常痛苦的。怎么保持朋友的关系呢？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会做的就是保持固定的1对1的时间。那是从我在工作大概10年左右的时候的一个思考，就是我用了那么多人生中的时间，每个星期跟很多的同事做所谓的 one on one 1对1的这种对话，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又开公司的会。那我为什么没有在生活中跟我的家人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也是一个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去增强你跟你另外一半的纽带，去建立信任。你花了时间才能建立信任嘛，然后去了解对方的所想的目标，然后获得情感上的支持以及行动上的支持。所以试着跟你的家庭开始做 one on one 1对1的对话，可以固定的每1周、每2周拿出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任何干扰的去进行对话，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家庭关系也取决于家庭的沟通方式是不是健康，避免有所谓的抒情障碍。什么是抒情障碍呢？就是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所有的感情，不管是爱还是担忧还是焦虑，全部表达为愤怒这一种情绪。比如说你担心孩子出门穿太少会冷，这时候呢，会用愤怒的方式说你穿这么少，出门冻死你，或者说呢，你过马路不看车，被车撞死。其实呢，各种各样的情绪呢，应该用这情绪的本身去表达，而避免使用愤怒的方式去表达，这样也会造成孩子的抒情障碍。这个部分我会打7分。我们的生活中呢，跟家人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去放下。过去的10几年，我们都不断的拾起，添加，对自己的生活中加了非常多的东西。现在呢，我们共同的意识到是我们该去放下、去断舍离的阶段。然后呢，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起环球旅行。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们在与家人密切相处的几百天里面，就一起建立了很多的信任，特别是对孩子来说，我们作为父母就可以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 我们不需要去命令孩子，也不需要去罗列一堆的原因理由。这个时候，孩子是发自内心的信任我们，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去分享我们的观点，去提出我们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那么我想要去提升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不断向内修炼的过程中，去认识自己，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认识是充足的。这个时候呢，你的爱就会溢出，溢出的爱就像是你不需要的爱，不管是分给你的夫妻的另外一半，还是孩子，还是父母长辈的，这都是免费的，这都是我不再需要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会是一种更轻松的状态，而不是期待着对方还有什么样的回报，对方一定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对方一定要改变什么。所以这就是继续修炼的地方。最后一个类型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呢，是衡量你的社会关系的深度与质量，考虑互动的频率、价值观，你是不是有归属感，你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以及深度等等。哈佛呢有一个对于成年人发展的研究，他花了超过75年的时间，调查了700位的参与者，就发现人生中的很多的幸福都是来自于你的不同的relationship， 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同时呢，人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人生中很多的记忆上的亮点、闪光点，都是来自于跟这些社会关系的互动的过程中，共同的分享的时光，所产生的记忆点。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开始真诚的面对其他人，真诚的感兴趣其他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职责或者角色的存在。就像是说 leadership 这种领导力
Leadership is when you ask people, how are you? You actually care about the answer. 那本书是在说，你作为领导力的一个体现，就是当你去问一个同事，哎，你今天怎么样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意他的回应，而不是只是礼貌性的去打个招呼。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就是你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体现在生活的地域、讲的语言、文化背景、财富背景、年龄等等。你的朋友可以比你大10岁，可以比你小10岁，比你年长的朋友，他可能经历过不同的经济周期，甚至经历过一些战争，这个时候可以分享给你很多人生智慧。比你年龄小10几岁的朋友，他们热衷谈论的事情，可能就会成为未来的趋势，未来的热门。这里呢，我会写8分。其实思考一下，就像是很多企业为什么会去讲究 diversity 和 inclusivity， 它其实呢是说我们应该去拥抱不同。对于很多人，他可能想法与我们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理念观念不同，我们并不仅仅应该只是去接受或者说是忍耐，而是说去庆祝这些不同，因为正是这些不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丰富，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很多问题。在一个企业里是这样，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视角可以增强创造力，可以增强创新的能力，而避免呢，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 Design in Silicon Valley for Silicon Valley， 就很多在硅谷创业者啊，他们呢就是脑海中发现了这样那样的痛点，其实呢，结果发现这些创业项目根本就没有市场，因为呢，这些人解决的问题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是没有足够的一个市场体量来去支撑他们的创业公司的。好，这就是我的生命之轮的评估，也就找到了明年可以去提升的方向，让明年成为未来人生中的转折年。在你完成对自己的评估之前，一定要去思考的就是，你看到的对你来说是一个参考，但它不应该成为你的版本。举2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个人他30岁决定退休，天天在家打游戏，也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对于他来说，他是完全满足自己的状态的，他每天可以健身，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没有太多的烦恼，精神也是健康的。那么财富方面呢，并不需要去考虑社会的标准，而是他的财富，他的现金可以去支付他每一天的费用，他可以很轻松的生活，掌控自己人生中所有的时间，同时呢，有一个不错的社会关系，或者是说他对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本身的欲望、本身的需求就很少。那这又是会是一个非常满足、非常平衡的一个生命之轮。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打工的 CEO 为董事会、为股东创造价值，工作非常的辛苦。这个时候呢，辛苦到每天也没有什么时间运动，随着年龄的变老，身体也开始这儿那儿出问题。同时呢，虽然自己的收入很高，年薪很高，但这个时候呢，他的购买的东西、购买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也很多，现金流也是不那么健康的，或者也没有太多的可以产生被动收入，在自己睡觉的时候还能为自己赚钱的资产。这个时候呢，整个生命之轮也许就不是那么的平衡。其实这2个看上去有点极端的例子，是想让你看到人生这个游戏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啊，似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规矩，某个年龄该做什么，似乎有些人的行为成为了标准，有些人的行为成为了禁忌。但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就像如果你使用别人的标准，就像是你把你自己的脚放在别人的鞋里，也不管合不合适，你就穿到自己脚上。而真正自由的人是不会用外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因为外界的任何一种标准，当我们能够跨越时间、跨越空间，我们回头看历史上几百年前某一个地区的似乎是标准的东西，现在看就是偏见。那同样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标准都是一种偏见，而人们对这些偏见的执念又成了让自己无法自由、束缚自己的手铐。那看刚刚的生命之轮啊，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上面没有工作呢？因为我认为工作就像金钱一样，它其实是一个手段，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工作可以帮助你成长，可以帮助你带来现金流，可以帮助你去实现积累财富，获得财富自由，也在工作的过程中让你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伙伴，在你的工作中帮助其他人发展，这都是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工作跟刚刚那3个部分，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幸福都没什么关联，那就值得重新审视了。有句话就说，工作应该是
learning or earning， 你要么是在工作中学习到了成长了，要么就是工作中可以赚到钱。如果你的工作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关系，那就值得考虑一下了。另外呢，在工作过程中，我们都发现不值得去为一个你不想成为的人去工作，因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如果你设想你工作的服务的那个人，你并不欣赏他的状态，也不欣赏他的生活方式，那你的这份工作很有可能就会把你向那个状态去带领，让你成为一个你不想成为的人，让你不能真实的做自己，这样会使得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的要戴着面具，不断的要去拿着一个剧本去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这会是非常辛苦的。很多时候呢，也是人们忙着上班，却耽误了赚钱，用战术上的忙碌来掩盖战略上的失误。战术上非常的忙，但其实呢，这个方向就没有走对。在那本书《7个高效人士的习惯》中，就用一个爬梯子来形容。很多人在爬梯子的时候，还没有真的看清这个梯子究竟通的往什么地方，爬了很多的梯子，用了人生中很多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这个梯子通往的位置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新年期间刚好是我的儿子 Jojo 的生日，他的名字叫 Aris， 也就是我们会希望他有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一般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一个好的生活不应该是由你拥有什么而衡量的，而是你是谁，你拥有什么样的技能。一个温暖的家庭并不是说你可以买来的，这是需要你不断的用爱用智慧去经营的。那同样呢，我们也不应该去设想我们要拥有传统的意义上的这种3个孩子1条狗这种美满的家庭，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而不是拥有多少孩子多少的宠物。好，大家在评论区可以找到生命之轮，下载它的模板，完成自己的测试，也可以邀请自己的老公老婆一起测试，来分别了解自己和对方想要去提升的方面，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那么评论区呢，也可以找到我的太太露露刚开启的一个日记频道，分享她在全球旅居的过程中有哪些思考，作为女性有哪些成长。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想要成长的方面。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会看到其他人，原来也有类似的想法，原来也有类似的担忧，但是呢，也会获得很多的启发与支持。好，那么希望在新的一年成为胜于人生的转折年，认真的生活每一天，不再是为了未来一个想象的未来的某一天来牺牲今天。我们看待生命之轮也是一个平衡的发展，不会刻意的去牺牲某一个生命之轮的方面，而去补充另外一个方面。当你意识到你的生命有且仅有一次的时候，你的第2段生命就开始了。当你开始思考的时候，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你的智慧即将到来。